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。这期开始带来漫威宇宙第3阶段《美国队长3》。1991年，九头蛇基地冬眠多年的巴基被放了出来。九头蛇特工读着小本本上特殊暗号，再次催眠了巴基。他们派出巴基执行制裁取回任务，并且不能留活口。巴基骑着他宝贝摩托逼停了一辆豪车，他拿走了后备箱的血清。现在在拉各斯，队长带着新复仇者旺达和山姆执行任务。他们前来抓捕抢走警局武器的朗姆洛。山姆的小飞机追踪一辆垃圾车来到了研究所，车上下来的朗姆洛一行人利用毒气攻进楼内。队长及时赶到，就是一张过去的 CD。 山姆也配合着旺达清理掉了其他的垃圾。朗姆洛也已经拿到了生化药剂。队长在旺达的帮助下飞上了3楼，揍飞了杂兵，但是不见朗姆洛。毒气已经扩散，旺达解决了所有毒气，以防伤及无辜。逃走的所有人也被娜塔莎揍得失去了抵抗力。恨透他们的朗姆洛想要杀死娜塔莎，但没有得逞。队长也被朗姆洛炸了个底儿朝天。没有第2块的男人快的朗姆洛很快被追上，血清也被娜塔莎夺了回来。队长一套军体拳打得朗姆洛摘掉了假面。当年的爆炸已经让他变成了茄子。他告诉了队长自己的雇主是巴基，巴基让他转告队长，说走咱就走。随后引爆了炸弹。旺达控制了炸弹送上了天，但爆炸炸死了楼里的无辜市民。旺达为自己的过失感到自责。爸爸妈妈叫醒了托尼，这天是圣诞节，爸爸妈妈要去度假，在这之前要先处理一些公事。妈妈让他最后说点告别的话，因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托尼说自己爱他们，但事实上他根本没有说，这一切都是托尼的记忆。他通过自己的科技还原了记忆，这种技术叫 buff， 目前用来治疗记忆创伤。这种昂贵的设备并没有人与他合作，他自掏腰包资助了所有学生。演讲最后提词板出现了小辣椒，托尼却一脸失落。散场后见到了一位母亲，他认为托尼没有责任心，职业病也让托尼非常警惕。这位母亲的儿子死在了索可维亚，他将一切怪罪于托尼，这让托尼心里越来越愧疚。瓦坎达国王也在电视上质疑复仇者。队长安慰自责的旺达，巴基的名字让他迷了心智，发生的事情他也有责任。幻视转告他们，不受待见的罗斯就在外面呢。他以国务卿的身份再次出现。他们认为复仇者不受法律制裁，所有行动全凭自己的意愿。纽约大战、华盛顿事件、索科维亚以及拉各斯爆炸事件，复仇者并没有因为拯救世界而得到应有的对待，相反，不幸遇难的人命全部算在了他们头上。所以联合国决定要让复仇者听命于联合国，之后的任务也由联合国决定该不该执行。索尔和班纳没有了消息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等于行走的炸弹。协议是管制复仇者的唯一方法。立场不同的山姆和罗德吵了起来。幻视认为一切有因果关系，他们需要被监管来减少错误的发生。托尼一直闭口不言，队长也知道了他的决定。托尼给他们看了死在索可维亚的孩子，他不希望拯救的代价是牺牲。托尼的决定是签协议，队长却恰恰相反，他认为危险前面最可靠的人就是他们，尽管他们并不完美。娜塔莎也同意了托尼的观点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队长收到了卡特去世的讯息，这对他打击巨大。队长红着眼送了卡特最后一程，那场舞会也再也没有机会跳了。卡伦的姑妈就是卡特，她讲述着卡特的故事，队长也心事重重。娜塔莎专程来见队长，告诉他托尼、罗德、幻视已经签署了协议。巴顿在家里养老，旺达待定，自己也决定要去签协议，但他来的目的是安慰伤心的队长。泽莫袭击绑架了一位九头蛇上校，还拿走了一个小本本。他只想知道1991年12月16日的任务汇报，曾经被娜塔莎公布的资料也被泽莫破解，没有问出想要的答案，他淹死了九头蛇特工。联合国也在维也纳举行了协议签订会，瓦坎达王子特查拉与父亲特查卡亲自来到现场。自己的人民死在他乡，他们一定要负责到底。父亲对自己的儿子非常骄傲。特查卡正在宣布演讲，突然发生爆炸，现场一片狼藉，父亲也死在了特查拉的怀里。缺席的队长和卡伦也看到了维也纳的袭击事件，嫌犯就是巴基。娜塔莎想要安慰特查拉，父亲的死让他成为了国王，他也决定要手刃巴基。泽莫在酒店里练习着催眠巴基的暗语，他准备了一台超大的 EMP。巴基买完菜感觉到不对劲儿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被通缉了。队长在卡伦和山姆的帮助下查到了巴基的藏身点，他来到屋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
巴基也回家见到了队长，但他还是记不起队长。特种部队马上杀到这里抓捕巴基。队长知道巴基不会做出这种事儿，相信把他救出河的那个巴基。部队杀了进来，队长尽全力掩护巴基，不让他受到伤害，但巴基只想离开。特种部队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他跃出大楼，却被突然杀出来的黑豹拦下。实力很强的巴基在黑豹面前也根本没法还手。三人开始了追跑打闹，冲在前线的巴基被黑豹紧追不舍。聪明的队长选择开车，黑豹也上了队长的顺风车。跑不过汽车的巴基抢了一辆别人的宝贝摩托。三个男人演绎速度与激情。巴基炸毁了桥洞，想要逃，黑豹逼停巴基不让跑。队长救下巴基打黑豹。罗德告诉他们不要闹，黑豹摘下面具把他们吓尿。所有人全部抓捕归案。队长发现黑豹战衣是由震金制成，他们的装备也全部被没收。贼受待见的罗斯是目前的最高指挥官，托尼在尽量帮助队长解决问题。小辣椒也因为他再次变成钢铁侠而和他分手，他希望队长能够听自己一句劝，签了协议。队长本有一丝想要从了托尼的意思，但听说旺达被囚禁在百亩别墅后，两人再次大吵一架。托尼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，队长却觉得他的行为是自欺欺人，生气的离开。巴基也正在被审问，审问他的人却是泽莫。此时一个快递送到了电站，管理员出来签收后，发现里面的东西不对劲儿。一道冲击波过后 ，EMP 摧毁了城市的电力，包括审问室。泽莫也趁机读出了暗号。尽管巴基一直挣扎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他告诉了泽莫1991年12月16日的任务报告。赶来的队长也被巴基锤飞，泽莫也成功逃脱。所有人出动拦截巴基。托尼没带战甲，只好西装肉搏巴基，一手致盲拆了巴基的枪，给了他一拳，然后自己被打飞了。卡伦和娜塔莎也被巴基一一制服。特查拉赶来阻止巴基，被打了个五五开后被巴基逃脱。正准备开着飞机溜走的巴基被队长发现，队长空手拉飞机，中途还换了个舒服的姿势，拉下了飞机，两人也随之掉入水中。队长救出了水里的巴基。逃脱后的泽莫反复听着妻子的流言，看到队长战队的人全部被通缉，他立刻准备前往莫斯科。巴基也被押住了麒麟臂，他这次记起了队长。巴基告诉他，都是战士，不止他一个。泽莫可能是为了这些。画面再次来到1991年，巴基拿走的血清全部被注射到几个人身体里，但他们并不接受指令，突然暴走。一龙一通咏春拳让他们杀了不少人。知道这件事影响巨大，但队长人手根本不够。托尼也被国务卿逼得头疼，他决定自己亲自抓回队长和巴基，但他们人手也不够。不过娜塔莎和托尼已经有了人选。皇后区皮特尔放学后回家，发现梅姨和托尼居然在聊天。托尼以奖学金为由找皮特私聊，他展示了小蜘蛛的视频，但皮特尔不承认。睡衣也被托尼发现，皮特尔只能承认了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。托尼看到了孩子满满的责任心，贼欣慰啊！也邀请他加入了自己的战队，还要给他打造一身新的战衣。想通知家长的托尼被黏住了。娜塔莎也找到了自己的合伙人特查拉。特查拉为了手刃巴基，加入了娜塔莎。巴顿准备带走旺达，加入队长战队，为了还债，也为了队长。幻视一再警告，但他还是决定带走旺达。巴顿也被强人所难，决定帮助巴顿的旺达控制了幻视的心灵宝石，他赶走了幻视。卡伦也偷偷带出了他们的装备，还爱上了这个姑妈爱上的男人。两个相声演员一脸欣慰啊。斯考特也被拉入伙，自打他打败山姆后，他的行踪也被掌握。队长想去开飞机，被托尼和罗德拦下，但这次托尼穿的不是西装，而是 Mark 46。特查拉也同样来到机场，队友希望和平解决，但队长有自己的想法。升级换代的小蜘蛛终于登场了，他控制队长夺走盾牌，一通嘴炮让托尼有点尴尬。托尼最后还是在劝队长投降。突然变大的斯考特夺回了盾牌，队长单挑特查拉，娜塔莎对抗斯考特，皮特尔骚扰相声二人组，巴基的全力一拳被随手挡下，山姆也赶紧救自己的捧哏。托尼一直威慑巴顿和旺达，但旺达丝毫不留情，两个人配合攻击了托尼，导致左臂受伤。皮特尔对抗两人毫无压力，嘴炮让俩相声演员浑身难受，随手制服俩人。斯考特一手伸缩小飞镖，让铁人战队要加强火力。幻视赶来，双方战队也集合完毕，准备团战。内战正式开始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报冤。旺达疯狂游走支援队友，红队选手被恶心的够呛。皮特尔又来单挑队长，年轻的皮特尔被队长疯狂手下留情。悲惨的托尼总是被一堆人针对。斯考特想拆了战甲，结果自己被打飞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队长和巴基偷走飞机逃跑。
斯考特决定吸引红队的注意力，他把控制器反转。突然变成了奥特曼，所有人注意力全部放在奥特曼身上。红队火力全开，但是对斯考特好像没有啥卵用。巴顿被新一代体操小王子直接干翻，幻视一招走进你心里，想要拦住队长。旺达及时助他们一臂之力，娜塔莎也为了队长拦住特查拉。电影达人 Peter 想出一招打败奥特曼的办法，配合托尼、罗德把奥特曼打回原形。托尼担心 Peter 过来查看，但小蜘蛛已经尽了全力累倒在地上。娜塔莎的举动让特查拉没有去拦住队长，唯一能飞的几个人也去追队长。幻视过来看看自己的旺达有没有受伤，想要把山姆打成滑翔翼，结果分心打中罗德，罗德失去动力自由落体。托尼、山姆玩命去追罗德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坠落在地的罗德失去了意识，托尼抱着罗德愤怒值+1。来到医院的罗德下半身从此瘫痪。幻视对旺达动了感情，导致分心。娜塔莎也因为自己帮助队长变成了逃犯。复仇者联盟4分5裂，队长也带着巴基去追泽莫。托尼也知道了幕后黑手是泽莫，但泽莫已经到了自己要来的地方。他看到了被冷藏的其他冬日战士。托尼来到海上监狱看望队友，干扰监控声音后，他想从山姆嘴里知道队长的下落。他想要帮助队长，而且是以朋友的身份去。应付了国务卿，他上了飞机，一心想着队长的托尼完成本期最帅变身。特查拉一路尾随托尼，队长巴基也终于来到了九头蛇基地。两人正偷偷摸摸的潜入时，托尼赶了过来。他告诉了自己的目的，两人暂时重归于好。但已经藏好的泽莫已经杀死了所有冬日战士，他的目的并不是他们，而是复仇。索可维亚之战导致他的妻子、父亲、孩子全部命丧废墟。他想要复仇，他想要让复仇者内讧。1991年12月16日的计划也终于浮出水面。托尼记得这条路。当年巴基被洗脑后，除了夺走血清，还杀害了托尼家人，伪装成了车祸。他一直以为父母死于车祸。看完这段监控，托尼已经濒临崩溃。队长一直隐瞒着他这件事儿，让托尼彻底暴怒。托尼现在只想弄死巴基复仇，队长也一再阻止，但托尼根本不 care。但这次队长选择了巴基，托尼铁人所动，巴基嘴还挺硬。队长一劝再劝，托尼心里只有复仇。眼见队长落了下风，巴基赶紧过来帮忙。场面瞬间变成2打1，他妈的哟，很想进屏幕里帮忙啊！巴基想要摧毁托尼的反应堆，结果自己的胳膊被轰断了，最后不得不面对自相残杀。知道真相的特查拉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复仇吞噬的男人。泽莫想要自杀，被他阻止。肉搏不过队长，分析过后，轮到托尼还手了。两人的对话也是很扎心。He's my friend. So was I. 筋疲力尽的队长告诉托尼，自己可以和他打上一天。但巴基突然抓住机会，给了队长还击的时间。他打烂了托尼的头盔，最后还是收手，只摧毁了反应堆。他想带着巴基一走了之，唯一能要回来的只有爸爸当年制造的盾牌。队长却还是离开了托尼，为了巴基。托尼瘫在地上，无依无靠。泽莫被捕了，由贼兽待检的罗斯监管。回到复仇者基地的托尼眼神复杂，他给罗德设计了一只，对罗德愧疚的心却没有办法弥补。伤感的气氛被神秘白发老人搅乱。他送给托尼一份快递，里面只有一部翻盖手机、一封信。队长在信里向托尼道歉父母的事情，他依旧是那个队长。此时监狱被劫持，托尼压根不屌国务卿。队长许诺给托尼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随时都在。片尾里，巴基被队长送到了瓦坎达冷藏，而瓦坎达的科技显然不是外界人所知。Peter 也拿着阿爸的装备，贼鸡儿开心。队长和托尼都是做了正确的决定，他们只是选择了自己相信的路。巴基也只是一个无辜的棋子，如果他们真的自相残杀，托尼的火力能把两个人轰成渣，队长也能在最后关头砍掉托尼的头，但他们并没有。尽管电影已经过去2年多了，但站队的同学还是不少，只是希望看到这期视频的人可以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吧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欢迎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奇异博士不见不散。